大家好，我是 Audrey 泰博士，我是经过董事会认证并接受过研究员培训的屈光和白内障外科医生、眼科医生和角膜专家。欢迎回到我的通道，眼科医生的眼部通道。在今天的视频中，我想和您可以在家中进行3种有效的干眼病治疗方法。您可能听说过许多不同类型的干眼治疗方法，例如眼药水、非处方药和处方药，以及您可以在医生办公室获得一些其他治疗方法。但如果你采用这3个我在这个视频中提到的家庭治疗，并持续进行，你应该注意到，如果您患有轻度至中度干眼症，则会有显著改善。如果您一直陪我直到本视频结束，我将回顾最重要的一个任何干眼治疗的组成部分。这不是赞助视频，治疗方法我在这个视频中提到的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您可能已经使用过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一些治疗干眼症的方法视频，但您仍然感觉眼睛发炎、发红、疲倦。看完这个视频后，您可能会发现您一直在使用的产品，或者您使用它们的方式可能不正确。为你，我还将发布有关干眼病机制的更深入的视频，不同类型的干眼症。所以请确保您订阅我的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新视频。提示井号1，治疗方法1，人工泪液。您可能会想，我一直在使用非处方泪液，干眼症一天滴很多次，但眼睛还是干涩刺痛。但哪种类型？您正在使用非处方眼药水吗？您每天使用它们多少次？因为使用正确类型的非处方人工泪液眼药水将有助于补充眼睛表面的泪膜，但使用不当会造成伤害到眼睛表面，而不是帮助改善干眼症。泪膜包含3个不同的层：脂质层、水层和黏蛋白层。好的干眼药水可以帮助补充和改善泪膜的所有3层。我推荐给大多数人的非处方人工泪液眼药水可以改善所有3层泪膜的健康状况。均刷新数字，刷新数字人工眼泪含有蓖麻油，这是从蓖麻子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和它通过减少泪膜的蒸发来靶向泪膜的脂质层，延长人工泪液的有效性。除了活性成分， Refresh Digital 中的另一种活性成分是聚山梨醇酯，由 CMC 和甘油组成。聚山梨醇酯可以帮助混合人工合成物的油成分和水溶性成分。泪液使眼药水更易溶解，更容易在眼睛表面扩散。眼睛防腐剂的使用非常重要，尽可能使用免费版本的刷新数字眼药水，因为有特殊的细胞，眼睛表面的称为杯状细胞，这些特殊的细胞会被破坏。长期接触过量的眼药水中的防腐剂会导致泪膜中不太健康的黏蛋白。杯状细胞分泌最内层，泪膜的一部分，黏蛋白层。泪膜的黏蛋白层可稳定泪液，撕裂薄膜并降低表面张力。它允许泪膜的水层均匀地涂抹在眼睛表面，保护眼睛表面免受伤害。要了解有关非处方眼药水中使用的防腐剂的更多信息，您可以查看我关于干眼药水成分的视频。通常，如果您每天使用人工泪滴超过4次，或者如果您使用戴隐形眼镜时滴眼药水，我强烈建议避免在眼药水中使用防腐剂。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滴眼液。无防腐剂刷新数字。滴眼液采用一次性小瓶装，既昂贵又不方便。一个不错的选择是 Optase 干眼强效滴剂，它不含防腐剂，装在多剂量瓶中。它含有透明质酸钠和 0.2% 甘油。我一直在使用 Optase 滴眼液，过去几周发现滴剂的润滑效果持久。我在该视频的说明中列出了下面这2种眼药水的链接，您可以检查一下。您还可以观看我的视频，了解我的前5名非处方眼药水，以帮助您找到最适合您的一款。提示井号2，治疗方法2，热敷。这种治疗方法主要针对脂质层的泪膜。泪膜的脂质层对于防止流泪非常重要。由于蒸发太快，
泪膜的脂质层是泪膜的外层、最层。如果在使用非处方眼药水后不久，您的眼睛感到干燥和刺激，或者你觉得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滴眼药水，你的脂质层、泪膜可能不太健康。泪膜的脂质层是由睑板腺位于上眼睑和下眼睑。如果睑板腺堵塞或不工作，或者腺油含有太多炎症颗粒，由泪腺分泌的泪膜下面的水层将不会保留在角膜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润滑或滋润眼睛。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你可以在家做热敷来打开油腺。您可能已经在家中进行热敷，但尚未发现它非常有效。您可能没有正确执行这些操作。获得热敷功效的关键就是将热量保持在闭合的眼睑上5到10分钟。使用方法：用热水浸泡的毛巾通常无法为眼睑提供足够长的热量。在每次热敷期间，您都需要重新加热毛巾几次。可加热眼罩旨在为眼睛提供更一致、更持久的热量。睑板腺帮助将腺体中的油脂释放到泪膜中。我通常建议每天热敷1次或2次，具体取决于干燥的严重程度。眼睛症状，我在描述中列出了我自己一直在使用的热面罩。以下，您可以用微波炉加热 Bruder 面膜20秒，它会保持热度20分钟。提示：井号3。治疗3 Omega 3油补充泪膜脂质层也可以。受到睑板腺分泌的不健康腺油的影响，这通常是由于泪膜中炎症颗粒增多。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调节和恢复睑板腺及其油脂的健康。这是哪里 Omega 3补充剂可以发挥作用？因为 Omega 3补充剂不是处方药物且不受 FDA 监管，其剂量和成分可能差异很大。请继续关注即将推出的视频，我将更深入地为您介绍 Omega 3油补充剂可治疗干眼症。我在下面的描述中添加了一个链接，如果您想检查一下，可以选择一种品牌的 Omega 3燃眼油。请记住，在服用任何高剂量 Omega 3补充剂之前，请务必咨询您的医生，确保它们安全且适合您。概括：在本视频中，我提到了3种简单的干眼治疗方法，您可以在家。还有其他更具侵入性和先进的治疗选择需要。处方通常用于更严重的干眼症。了解更多这些治疗方案，你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当眼药水指示不够，重要的是要记住，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每个人的所有治疗方案。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根据他们的个人情况，我根据他们的反应制定治疗计划。到每次治疗，您可以在 Facebook 和 LinkedIn 上关注我的Dr. Audrey Tai，以了解更多信息。关于我的实践，感谢您在整个视频中陪伴我。正如我一开始所承诺的，视频中我想与大家分享任何干燥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眼部治疗。确保您的干眼治疗得到有效治疗，您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有效就是保持一致。如果您仅在以下情况下滴眼药水或进行干眼治疗，您正在经历一些症状，例如发红、疼痛或刺激，治疗效果不会持久。当您采取任何或全部3种治疗方法并进行治疗时，每天坚持进行治疗，这些治疗将作为预防措施，帮助预防您免受干眼症状的困扰。我经常建议我的干眼症患者定期使用人工泪液眼药水3至4次，并进行热敷，并每天服用 Omega 3油补充剂。如果尽管使用了眼药水，您仍然感到眼睛发炎或有时视力模糊，我在这个视频中提到的非处方眼药水和其他家庭治疗方法，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并与您的眼科医生讨论其他治疗方法很重要。选项可能适合您，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您目前正在使用哪些干眼治疗方法，以及你的经历是什么。如果您从该视频中学到了任何新知识，我希望您觉得该视频对您有所帮助。请不要忘记点击喜欢按钮并订阅我的频道，以帮助我带来
您可以观看更多有关眼睛健康和眼科手术的视频。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我会看看你在我的下一个视频中。